大家好，欢迎来到秋月漫谈，我是主播秋月。嘿，朋友们，最近怎么样呀？夏天快来了，这里的天气也变得很好。在夏天来临之前，也就是上个月，我回中国回了1个月。这是我时隔1年半之后回到中国。我上一次回去是在我离开中国的3年之后，也就是2023年的下半年回到的中国。那上次回去的时候，很多事情我都觉得很新鲜，因为说实话，3年在中国，很多事情可以发生变化。那我这次回去呢，也有一些新的发现，也感觉到了中国以及我的家乡的变化，但是更多的却是我自己对于中国的环境也好，中国的社会也好，有了一些新的观察和收获。所以我想在这一期播客里和你一起来聊一聊这些观察和收获。首先说一下我回国都干了什么吧。其实在我回国的前1个星期，我在打羽毛球的时候崴到了脚，崴到的时候还挺严重的，所以从那个星期开始，一直到我离开中国，我一直都是拄着拐杖的。这虽然很不方便，并且时机很不好，但是也给了我一些新的体验，有正面的体验，也有一些负面的体验。但无论如何，因为我的机票以及后面的行程都已经定下来了，所以没办法，我还是得回国。所以我在崴到脚之后的1个星期，就还是坐上了飞机，回到了中国。那回国的1个月时间呢，我前2个星期就主要是在我的家乡贵阳待着。我和我的男朋友在我父母家住了2个星期。那在这2个星期之内，主要呢就是和我家里边的人见了几次面。当我说我的家里的人的时候，并不仅仅指我的父母，还包括我妈妈这一边的大的家庭。我的妈妈有5个兄弟姐妹，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好，经常可能周末或者国家节假日的时候，他们都会出来聚会。所以当我回去之后，他们也组织了好几次聚会。那我妈妈的兄弟姐妹的孩子们，有的已经结婚了，有的已经有了孩子，所以整个大的家庭里有20多个人，而每一次聚会也都是20几个人的聚会，可以说非常的热闹。那除了我和我家里边的人的这些聚会呢，我还和我的
初中同学以及高中同学都见了面，还是很开心的。在贵阳待了2个星期之后呢，我们出发去了其他的几个城市，包括成都、西安以及北京。我们这样安排行程的原因是我们需要从北京坐飞机回荷兰。那从贵阳到北京呢，我们有2个选择，一个是直接坐飞机去北京，那另外一个选择呢，就是坐高铁。但是如果坐高铁的话，需要8-9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我们就想着不如在中途停几个站，然后在那几个城市待上个2-3天。这样的话呢，我们既可以到北京，又可以在路上稍微玩一下。所以从贵阳到成都的高铁有3个多小时，然后从成都到西安是4个多小时，从西安到北京也是4个多小时。那在我们停的这几个城市里呢，我们也去看了一下当地比较有名的旅游景点，比如说在成都就是三星堆博物馆。三星堆是指在成都发掘出来的一个考古的地点，那里主要展示了中国4-5千年前的古代文明。那在西安最主要的就是兵马俑以及西安城墙。那在北京呢，可以看的就挺多的了，包括长城、故宫以及颐和园等等。但是因为我的脚不是很方便，所以我并没有去长城，我的男朋友自己去了那里。那这大概就是我们在中国1个月的行程。那我在播客开头提到的观察和收获是什么呢？我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距离产生美。距离产生美在中文里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表达。那它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想欣赏某一件事物的美的话，你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那具体到我这次的行程里，这句话体现在几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呢，是对于我的家庭的一个看法。我这次和家里边的人的见面，距离上一次是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所以说当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们都很珍惜这2周的时间。我们会去安排一些活动，会一起出去吃饭，尽量的去增加我们每天见面的时间以及一起做的事情。有时候呢，也会坐下来聊一些比较困难或者说比较重要的话题。整体上我还是比较珍惜这样的时间的，但是同时呢，我也有体会到了为什么我当初想
离开中国的原因之一，那就是他们会说很多的大话，比如说他们会不断的去重复比如说家庭是最重要的，你需要孝顺父母，我们需要照顾彼此。我的一些叔叔们甚至说，在中国男人需要照顾好女人等等，这样非常空洞的、非常没有用的一些话。而且他们还是在反复的去说，但实际上他们有没有这样做呢？并不一定。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很无奈，也觉得他们这样说的内容很无聊。但是当我没有在国内的时候，我回忆起来的都是我们一起度过的美好的时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距离产生美，对吧？当我不在国内的时候，我想起来的都是美好的回忆，但是当我真正回去处在那个国家那个环境当中的时候，我所体会到的就并不一定总是美好的回忆。另外一个让我深切体会到距离产生美的事情呢，就是国内的人们对于规则的漠视。那首先回国的时候，我第一个体会到的事情，以及我在国外最怀念中国的事情之一呢，就是国内基础设施的便利。比如说我刚刚有提到高铁，中国的高铁真的是做得非常好，它的速度很快，它的这个交通网络足够发达，也足够密集，基本上你想去任何地方，可能10几欧、20几欧，你就能够很快的到另外一个城市。然后整个高铁上的设施也非常的好。那另外一个很便利的例子就是国内收快递和发快递。那我在国内会经常用淘宝来买一些东西。那在淘宝上，你可以说能够找到所有你想找到的东西。你下单之后的2-3天就能收到你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在国内很便利的一点就是生活当中的交通以及这样一些服务。但是当我真正回到国内之后，在这些便利的事情之外，我也体会到了我很不喜欢的一点，那就是很多人并不遵守一些非常基础的社会准则。比如说排队。这个在国外其实人们也有讨论，那就是中国人经常插队。虽然并不是所有人，但说实话，我回国比如说买火车票呀，或者是排队等一些东西的时候，几乎每一次都有人来插队。插队它并不是一个违法行为，但是它是一个大家都默认的一个社会道德规范吧。但是却有人并不去遵守这样的道德规范，并且在哪个地方都会发生。另外一个让我觉得比较失望的事情，
就是很多人他并不关心身边的人的需求，尤其是陌生人的。那我提到我回国的时候，因为崴到了脚，所以我一直是拄着拐杖的，不管在城市里行走也好，或者是去一些旅游景点也好，我都是用着拐杖的。那我自然的会希望别人能够注意到身边的环境，注意到有一个人他是拄着拐杖的，那可以稍微给我让一下路呀，或者是在地铁上给我让位子之类的一些我觉得很基础的事情。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尤其是当我去一个旅游景点兵马俑的时候，那里的人特别的多，然后大家都挤到那个兵马俑的前面去看，然后这个挤的情况我现在想起来都有一些生气。那就是我拄着拐杖，但是还会有人推我，从后面推我，从旁边推我，就想挤到前面去看兵马俑。然后我的男朋友必须要就是非常用力的在我身边用他的胳膊围绕着我，这样我才不会被人挤倒。所以我现在想起来还是会觉得很不能理解，为什么大家会对身边的这样一些需求毫不在意，或者说他们并不关心别人，只关心自己，或者可能身边几个家人或者朋友的需求。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也有和我的一些朋友去聊，并不是所有人，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样，但很可惜的是，可能大部分人是这样的情况吧。那最后呢，我想聊一个我觉得比较伤感也比较开心的事情吧。那就是当我在贵阳待着的时候，我去我小时候住的地方看了一下，我在那里住了大概有6-7年的时间，我的小学还有初中还有高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那附近度过的，所以可以说我的童年的回忆主要是在那附近发生的。我当时就是坐车到了小时候居住的那附近，然后在那里走了一下。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很奇怪，因为很多的东西，很多的建筑都不一样了，但是在一些角落，一些拐角又会发现，这个店怎么还在那里？这条路好像很熟悉。用中文的一个成语来说，就是物是人非的感觉，就是道路还是那样，但是有很多东西和我小时候记忆的或者我回忆里的景象不太一样。那自然在那里住的人也好，以前熟悉的那些熟人也好，都不在那里了。我这一次回去也看了一下我小时候写的日记，就感觉和我现在完全是两个不一样的人。在读我的日记的时候，就好像在看另一个人他的一些回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伤感的原因之一，那就是很多事情它已经发生了，
然后当你回过头去看的时候，和你现在回忆里的那些事情好像又不太一样。包括我这一次回去也见到了我初中的最好的一个朋友，但是我们初中毕业之后呢，就再也没有好好的聊过，也没有保持很紧密的联系。然后我在小时候的日记里发现了他给我写的一封信，是我们高中毕业之后他给我写的一封信。信的具体内容我就不在这里讲述，但是我就觉得我们曾经是那么好的朋友，但是初中毕业之后却没有保持联系，然后就算我们再见面，好像也没有很多共同的话题，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比较伤感的事情。但同时我也很开心，我小时候有那么一个很好的朋友，也给了我一些很美好的回忆。所以这一次回国，虽然因为我的脚的原因，我没能够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呢，我却思考了一些以前没有思考过的事情，也让我自己对中国也好，对家庭也好，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吧。那这就是我这次回国的经历了。我们下期再见。